Hello，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3月22号周日的晚上7点55分。昨天从苏梅岛回来，股市我知道发生比较严重的回撤，所以赶紧还是来更新一下，就是这周发生一些经济事件，还有一些我的投资组合状况。好，那首先来看到就是目前的资产价格走势有点像2022年，都改回由通膨所主导了。之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股市跟油价是呈这个反向的走势，也就是说市场现在主要交易的是通膨这一条主线，而不是成长。那当油价因为供应疑虑，再加上伊朗战事升温而飙升的时候，投资人很快就会把通膨预期往上调。那通膨一上来呢，联储会的降息时间点就会被往后推了，那美元也会变得更强。那这组连锁反应呢，相对会让金融的环境变得更紧，尤其是对那些很吃利率的那些产业，还有高估值股票的压力就很大。你可以把它想，油价上去，那通膨预期上去，降息就会延后，美元走强，殖利率上去，那股市的估值就会被压缩。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10年期殖利率，还有一些贵金属的技术面。可以看到，美国10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又突破了4.35%，再次对通膨能不能被控制住，仍然有这些疑虑。殖利率走高会带来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股市的估值被压缩，那第二个就是债券对股市下档的保率会变弱。那再看一下贵金属这边，动能很明显转弱了，黄金跌破$4600，白银也进入了空头市场。重点不只是这些价格跌，也是技术面，同时也失守，就跌到120天附近了。那黄金跟白银跌破了这些关键均线后，代表投资人对避险资产的信心也在变弱。那至于说为什么现在像2022又有哪一边不一样，就是你可以把现在环境跟2022年那时候去对照一下，核心的相似点就是通膨跟殖利率上升，同时就会压抑股债的表现。在2022年那时候是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是主要的受益者，那股跟债常常一起跌，是因为市场重估利率与估值，那差异在哪边？我会说是这个程度目前是比较温和。2022那时候是全面性的崩盘，那通膨这条主线现在又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接下来要盯的不是单一的数据，而是这一组组合，就是油价、通膨预期、美元、实质利率以及长天期的殖利率，这5个数据就是特别目前要去盯的了。那这边再讲一下，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投资组合是持有蛮多挖黄金那些股票，那后面我会讲现在的表现也是惨不忍睹。那油价飙升对挖矿的这些股票，因为我去做一些研究，相对来说是比黄金跌下来、黄金回跌更惨的。很多人会直觉就是通膨上去，那对黄金应该是利多，这个逻辑没有错，因为黄金有价值储存，还有对抗货币贬值这个属性。但现在问题在说，油价上升带来的通膨压力，同时也推升了美元还有实质利率。那美元走强，实质利率上升，就会提高什么？会提高无息资产的机会成本。无息资产就是像是黄金，就是无息资产，所以黄金会同时受到通膨利多，还有实质利率、美元利空这两股力量在。通膨利多是一边，实质利率美元利空这是一边，那这两个力量在拉扯，那对矿商的波动就相较于黄金会是更大，因为金价上去对营收有帮助，但同时如果遇到成本比较高，弃金融就是环境比较收紧的状况，以及股市偏好下降，矿商的利润跟估值会相较于被压缩的更多，甚至会出现矿商跌比这个黄金还凶的状况，就像这一张图。那这一周还有一个事件的焦点是美光还有 FED 的点阵图的两个事件。周三盘后，美光的财报其实公布的是非常的亮眼，营收也大幅成长，而且 AI 的那些带动的需求也是超乎预期的。但市场的乐观的情绪很快就被联准会最新的那个 SEP 就是经济预测给盖掉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点阵图的这些立场，目前是偏阴的。官员目前预期2026几乎都是不会降息的，所以这也强化了市场对高利率维持更久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个股的财报开得很好，也容易被这些经济事件、利率路径这些事情给压缩到。接下来讲一下市场目前最在意的是什么？就是伊朗战事对市场可以观察3个重要的点。那第一个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损害程度，因为我们现在都在炸人家能源的部分嘛。那第二个这个冲突到底会持续多久？第三个就是全球供应链的连锁效应。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板块轮动，目前可以看到是只有能源还有公共事业是相对强的，其他全部都是跌，都是承受那些压力的。能源很好理解，原油价格上去，那就推升能源的营收还有现金流。那公共事业为什么会强？因为公共事业它的价格通常是会受那些政府所管制的，那需求相对是比较稳定，那某种程度就是有具备防御性也能抗通膨的这个产业。那相较之下，基础原物料就没有那么舒服了，因为通膨还有利率走高会让金融环境收紧，再加上全球成长预期下修，工业需求减弱，会抵消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带来的利多。那接下来讲一下我自己投资组合的部分。好，可以先看到2026年1月12号，我有发影片，我买进 Stephen Crest Top 10的那个投组状况，目前也是下跌很多。我是投了7080美，那现在只剩下这个7495，
就是只剩下 5.87%， 赚415美。可以看到其中这个 B 黄金的跌得很惨 ，WD2 之前有一波下跌也是跌得很惨，目前涨比较多的就是 COHR、CIEN、MU 这3个是涨比较多 ，ATI 其他基本上都是回跌的。我自己在过年期间2月6号也有自己选一个 ROS 投注，这个就惨很多，因为里面有5家都是挖金矿那个公司啊，真的是很惨。可以看一下，我那时候投资这个组合是5000美，每一档都投资500美金，可以看到目前总共是跌了 10.76%， 很疼。537美，我预计头组应该会关掉，因为我现在自己看一些文章，我就觉得中东战火真的会持续比一般我们想象的还久，而且2026年那些利率的状况，我就觉得我这个组合应该不乐观，所以这个组合我应该会关掉，我会认亏出场。那具体我会再把这些钱拿去买其他股票，那买哪些股票我之后会在拍影片跟大家讲。应该预计目前是2只，大家可以期待那之后的影片，或者来我直播啊，直播我可能会先讲。那再看一下各大指数还没讲，还看一下 SPY 目前的走势也是这边双交叉后，目前也是跌破了200日 NA。再看一下道琼一样，这边同一个时间点双交叉了，目前也跌破200 NA。那 QQ 也是一样，双交叉后跌破200 NA， 所以这3大指数都一样。唯一只有一个比较好，就是 SO 叉，可以看到费半目前的状况是还没交叉，但我觉得应该也会交叉，其他都已经跌到200日 NA 了，它还没有交叉，所以目前比较强势的就是费半。那再看一下台股的状况，最强了，目前是沿着20 NA 走，但是20 NA 的抵扣价目前已经准备往上，那60 NA 的抵扣价还很远，所以目前可能我预计应该会在这个20 NA 跟60 NA 之间运行。好，那因为我的杠杆轮换策略就是 SPY， 我刚上面有那个讲跌破200日 NA， 那我一样会照我的杠杆轮换策略，我会把 SP 拆了全部卖掉，换成 SGOV， 等它重新站回200日 NA 的时候，我再把它买回来，就像这张图一样。好了，那这就是本周的投资账户记录，还有市场回顾。那大家如果还想要了解更多，可以来直播，每周3跟每周日晚上8点45分。如果有什么想问问题的，也可以在这部影片下面留言。那具体我是会想要把我卖掉的组合去买哪只股票呢？应该不会买那么多啦，因为我觉得买太多我根本管不了那10只股票，对。好了，那这集就到这边，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